人在火车上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，只见原本平稳行驶的列车，竟突然开始剧烈的晃动起来。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下一秒，整列火车出轨撞进森林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交通意外。医院里遭遇劫难的大卫，毫发无损地坐在病床上，赶来的医生都惊叹于他的好运，因为这场灾难几乎团灭了所有乘客。有些倒霉但甚至连完整的身体都没有留下，唯独大卫奇迹生还，甚至连头发都没有掉一根。看着过道中挤满了前来认领遗体的亲属，大卫在众人悲伤的眼神中穿过。儿子见父亲毫发无损，赶紧冲过来抱住了他。看着眼前的妻儿，大卫却不知该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。他并没有劫后余生的欣喜，反而心中充满了疑问：为什么这么惨烈的事故，自己竟会连一点伤痕都没有留下？直到这天，他突然在挡风玻璃上看到了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：你这辈子有没有生过病？他立刻谨慎地查看四周，却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。虽然不知是谁在恶作剧，但那句话还是像种子一样，在他心里生根发芽。于是，在上班时，大卫询问经理自己有没有请过病假，可对方却误会了他的意思，以为他是嫌工资太低想跳槽，赶紧表示会给大卫加薪，同时还夸赞他态度端正，一次请假记录都没有。经理的这番话让大卫更加不安，于是他只好询问妻子结婚以来自己有没有生过病。没想到爱人的回答竟跟经理如出一辙，表示他的身体别说大病，就连感冒发烧都没有得过。Probably too tired to remember. 大卫听后则是更加的困惑，心里的不安也愈发强烈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小黑子却刚好与大卫相反。尼克从小就患有严重的脆骨病，全身上下的骨头都非常容易骨折。当年母亲在生下他时，医生就发现小小的婴儿身上居然有多处骨折。在成长过程中，尼克一直生活在自卑与恐惧之中。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不敢和外人接触，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摔到身上的骨头，就连早上升旗都要小心翼翼。母亲为了让他能够振作起来，故意把一本漫画书放在楼下的椅子上。这个办法果然有效。当尼克看到那本漫画的时候，瞬间就被里面的超级英雄深深吸引。母亲告诉他，如果想继续得到新的漫画，就必须每天到这里来。从此以后，尼克彻底迷恋上了漫画，并在长大后还开了一家漫画馆。因为他一直相信，世界上有像他这样的弱鸡，那么就一定会存在另外一个极致的强者，而那个人就是他毕生要寻找的。所以他才会故意给大卫留下信息，而大卫很有可能就是他苦苦追寻的超级英雄。这是一名顾客想买下这幅画，挂在他给儿子新租的房子里。说到租房，爷爷想租房子推荐能和房东直接租的58同城，没有中介费。与此同时，为了消除自己的困惑，大卫根据卡片上的标识找到了尼克所在的漫画馆。看到父子俩主动上门，尼克开门见山地询问大卫，他活到现在到底有没有生过病？大卫实话实说没有。尼克接着问他有没有受过伤。这时坐在一旁的儿子抢先回答，说出父亲之前发生过车祸，而且受了很严重的伤，导致他最终无法成为橄榄球运动员。听到此话的尼克意识到，大卫可能不是他要找的超级英雄，因为尼克从出生起就体弱多病，3天2头的骨折让他痛不欲生。好在有漫画的陪伴，他才走了过来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对漫画的感悟也越来越深。尼克认为漫画与古代传承历史的方法所连接，全世界的国家都曾以绘画的方式传承知识，漫画就是历史的一种形成。他从漫画中感受到一种哲学思想，那就是世界上有他这样天生体弱多病又不幸的人，那必然就会有一个不会生病、不会受伤，甚至在遭遇极大灾难时都会毫发无损的人。 If there is someone like me in the world, and I am at one end of the spectrum, couldn't there be someone else opposite of me at the other end? And he probably doesn't even know it. 尼克说的头头是道，可大卫只觉得他在扯犊子，自己明明就是个普通人，哪能跟超级英雄扯上关系？他认定对方就是个中二病重度患者，于是果断起身走出大门。不过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越是装作不在意，越是挥之不去。他想起儿子白天提到的车祸，于是他立刻翻开了当年的报纸，上面确实报道了一起橄榄球员遭遇重大车祸的新闻。可实际上当年只有他的队友们身负重伤，这其中的原因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次日，大卫像往常一样去工作，却不料在单位又遇见了尼克，但大卫并没有对他的到来感到气愤，而是对尼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甚至想把这一切都弄清楚。突然，大卫心中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，他预感到有个身穿迷彩服的大高个，身上带了武器，于是立刻安排同事加强戒备。而事实果然如大卫所料，那位嫌疑人看到有安检，立刻转身离开了现场。尼克见状顿感不可思议，忙问大卫这是怎么回事。可惜大卫对此也毫无头绪，只是预感到对方带了一把银色手枪。尼克问他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多不多，如果得到肯定的答复，那说明大卫一定是超级英雄。结果大卫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喊去维持现场秩序。尼克见状也只能暂且作罢，可他心里还是想去验证下大卫的预测。于是他尾随在那名嫌疑分子身后，可没想到对方有所察觉，直接加速进入了地下通道。这下可把尼克难住了，因为以他的情况，很难通过这么长的楼梯。I just want to ask you something. 见对方连头都不回，尼克也只好抓住扶手，一步一步地往下追赶。可惜一不小心磕到甲沟岩，他整个人瞬间失去平衡，直接摔了下去。
虽然已经被摔得七荤八素，但还是在最后一眼看到了男人别在腰间的银色手枪。尼克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随后他被送进了医院，肋骨断了7、8根，手掌腿骨粉碎性骨折，至少要在轮椅上度过2个半月才行，而且后期还要靠拐棍辅助很久。与此同时，大卫的儿子也受到尼克影响，将父亲视为拥有不死之躯的超人，而坚持实践出真理的儿子居然对大卫的锻炼器材动了手脚，悄悄增加了器材的重量。可谁知大卫还是跟往常一样照常训练。虽然事后他察觉到了码数不对，并告诫儿子不能这么做，然而儿子却依旧坚持继续给器材添加重量。结果大卫依然没有丝毫感觉，轻轻松松就做完了一组运动。这下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，难道尼克的话是真的？儿子见状决定再给他增加强度，于是将所有杠铃都加上，另外添上了4个铁桶。可结果大卫还是感觉没有压力。见此情形，儿子完全确信父亲就是传说中的超级英雄。这天正在上班的大卫收到消息，自己儿子跟同学闹了矛盾，2个孩子都觉得自己爸爸厉害，后面还因此打了起来。而大卫被叫到了校长室，意外的是校长竟是自己的恩师。触景生情的大卫回忆起一段往事，当年在读书时，他曾因为潜水而命悬一线，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对水存有恐惧。结束谈话后，大卫受到了儿子的埋怨，他怪父亲没有承认自己是超级英雄，害得他在同学面前丢脸。但回到家，为了测试父亲的不死之身，大孝子居然直接拿起大卫的手枪。 You don't believe, I'll show you. You can't get hurt. 大卫听后顿时慌了，尽管他赶紧上前辩解，可大孝子还是坚信他就是超级英雄。一旁的母亲也极力劝阻不要做傻事，可大孝子丝毫不管，直接给子弹上膛。大卫还在做的最终的尝试，可大孝子的情绪已经即将失控。 Now I am your father, and I am telling you to put that goddamn gun down right now! 1, 2... 好在大孝子还是没能吓得举手，可大卫和妻子却被吓得不轻，两人当即决定重新练个小号。第2天，大卫再次找到尼克，要求他离自己的家人远点，毕竟儿子昨天的行为真的笑到他了。然而尼克此刻却完全笃定，大卫就是他寻找的超级英雄，因为那天他尾随迷彩服时，确实看到对方拿了一把银色手枪，这完全跟大卫的预测一样。可大卫听后却表示，自己只是靠着常年的保安经验，才推断出那人持有武器。至于为什么能猜中颜色，那是因为银色是最普遍的。但尼克却再次转移话题，并指出大卫曾遭遇过3次严重意外，可无论哪一回他都死里逃生，并且成为了谨慎的生还者。为了让尼克断了念想，大卫也说出了他怕水的事，并称自己并非不死之身，当年就差点因为潜水死掉。说完这些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而得知真相的尼克也陷入绝望，他开始质疑自己的猜想是不是真的。可正当他心灰意冷之时，书架上的一本漫画却引起了他的注意，里面提到无论是超人还是坏人，都做不到100%的完美。而这个内容瞬间让他意识到，大卫怕水就跟超人怕课时一样，他们都是不完美的。于是他立刻给大卫打去电话，并告诉他所有生物都有弱点，但他跟大卫共同的弱点就是怕水。可不同的是，大卫的骨头不会断，身体也从不生病，所以尽管两人对水的反应相同，但这并不影响大卫成为超级英雄。大卫听后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，于是他连夜来到一家废品厂，在里面找到了当年出车祸留下的汽车。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再次浮现，原来当年为了追求妻子，他故意制造了那场车祸，因为妻子不想跟一个打球的结婚，于是他通过自导自演英雄救美的戏码，成功和妻子走到了一起。此后他就假借富商的名义脱离了运动员的身份，可实际上大卫在那次事故中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如今再联想到尼克说的话，他也相信自己确实拥有超人的能力。随后他拨通了尼克的电话。 I've never been injured, Elijah.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? Go to where people are. 大卫听从尼克的安排，来到了人群密集的车站里。神奇的是，但凡有人跟他碰撞，大卫就能获取到对方犯下的过错。比如这个红衣女子，片刻前她才从珠宝店偷了一串手链，如今正急匆匆逃离现场。意犹未尽的大卫伸出手，想继续窥探其他人做过的事情，又看到一个面包人拿着水瓶袭击路人，接着是一个绿衣男对醉酒女意图不轨。更为可怕的是，这个推垃圾桶的男人，真实身份竟然是凶残至极的绑匪。为达到目的，甚至不惜害人性命。为了验证真相，大卫一路尾随，来到了一栋别墅跟前。男人在油箱中取了点东西，接着便快速消失在大雨中。等大卫进入屋内后，就看到了满地的狼藉，可想而知歹徒遭遇的反抗有多激烈。而屋主也已经去了西北。此时楼上传来动静，只见母女2人被捆绑在栏杆上。大卫赶紧冲上去将2人救下，并示意他们不要发出声响。之后他又来到另一间卧室，看到还有1人等待施救。可此时大卫好像察觉到阳台有动静，于是他一边示意女孩别出声，一边朝着窗户慢慢挪动，却一不小心被躲在窗帘后面的男人一把推下了楼。好在他掉落的
的地点是泳池，上面正盖着一层遮雨布，但很快大卫就感觉到这层厚厚的薄布正在快速下陷，他着急的拼命挣扎，却根本无济于事，眨眼间他就被水整个吞没。就在大卫要即将溺亡之时，一根铁管伸了过来，成了他的救命稻草，而施以援手的正是刚刚获救的那对母女。同一时刻，楼上的男人正欣赏他的猎物，殊不知危险已经悄悄降临。大卫冲上来就是一招情比金坚七天锁，牢牢锁住对方的脖子，不管他如何挣扎反抗，大卫就像焊死在他身上一样不放手。很快男人就因为体力不支被他当场雷晕了过去。事后大卫低调地返回家里，第二天他故意将报纸放在桌上，当儿子看到上面英雄救人的事迹后，立即便笃定父亲就是这个英雄，而大卫对此也没有任何隐瞒。儿子见状顿时落泪，激动地说都不会话了。此后大卫把英雄当成了自己的工作，并沉浸在这份力量下无法自拔。事后大卫亲自找到尼克，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帮助，是他让自己找到了人生目标。可在两人双手接触的一刹那，大卫便看到了关于尼克的过往。没想到尼克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，曾在机场夺走了无数人性命，后来还纵火毁了一间酒馆，让千百个家庭一夜支离破碎。就连大卫的那场火车事故也是出自他手。到了此刻，尼克也不再隐瞒，表示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找到超级英雄而努力。既然眼下的目的已经达成，他也算是此生无憾。这番话让大卫气得浑身发抖，他意识到对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大卫再也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，转身就离开了这里。随后大卫向探员举报了尼克，而从今以后尼克都只能在监狱度过。影片最后，正在餐馆吃饭的大卫从电视上看到了关于查尔斯野兽人格的新闻，看来两人必有一战。